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大家对于游乐场有什么印象呢？之前正正讲了一期游乐场隐藏的尸体，不知道有没有毁大家的三观？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翻一翻。今天要讲的这个 SCP 也是一个诡异的游乐场，名字叫做失落者游乐场。那它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还能惊动 SCP 基金会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 SCP-1094吧。SCP-1094 是一个游乐场，属于 Safe 级的，里面有着正常游乐场应该有的标准设施，例如跷跷板、旋转木马、滑梯、攀爬架和秋千等。这些设施是用木头、钢铁和塑料制成的，本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地方。SCP-1049 中似乎有一个或者多个定期操纵这些设备的实体，因为工作人员曾经报告说秋千会自行摇动，以及在滑梯上有听到声音。身处 SCP-1049 附近的人会感觉到一股强烈冲进游乐园玩耍的冲动，这种影响还有明确的界限，就是在游乐场附近17米半径的圆形范围之内，并且这只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这种强迫的力度似乎和受影响者的年龄有关，在青春期之前的个体表现出最强烈的玩耍欲望，而过了青春期的人不用费什么力就可以克制这一欲望，但是这一欲望会在个体看到或者听到的人正在游乐场玩耍的时候严重增强。在 SCP-1049 中玩耍可以给受影响者感到强烈的幸福感，并且让他们忘掉之前所接受的使命和任务，抛开一切，只想在游乐场里面尽情游玩。一旦持续的暴露在 SCP-1049 之下，最后会导致受影响者消失。在所有已经测试过的情况之中，这些受害者完全消失在视野之后就彻底消失了。例如他们正在滑滑梯时，或者正在穿过连接大型建筑两个部分的隧道的时候，突然消失，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先前装在测试者身上的任何追踪设备也被丢在他们最后一次出现的游乐设施当中。目前 SCP-1049 被保存于94号站点之中，这一站点伪装成为了一个由私有公司所有的办公楼，所有平民试图进入94号站点的行为都会被制止，并且如果情况特殊，必要的时候应对这些平民进行记忆消除。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在游乐场周边划出的安全区域中。任何表现出对 SCP-1049 交流有兴趣的人员应马上从94号站点移除。关于 SCP-1094，它起源于某城镇当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踪案件。对这些案子一路追查后，发现了游乐场的存在，基金会随即将其收容。在某年的5月19日，一名登记在94号站点的博士被发现失踪了。查看安全摄像记录后发现，博士当时正在他的办公室中撰写报告。这时，一个身穿黄色雨衣的老年男子进入了办公室。奇怪的是，当时门从未被打开过，外面明明也不是在下雨，这个男子到底是什么人呢？然而博士没有注意到他，而这一男子径直向博士走去。此时摄像机突兀地变成了一片空白。大约7小时之后，摄像机才恢复了正常功能。在那时镜头里，博士凭空消失了，办公室空空如也。基金会回收了博士当时正在写的报告，里面只有一句话：我会照顾孩子的。从那以后，基金会的安保工作又加倍了。这个游乐场给正正的感觉就是闹鬼了，它能够使任何看到它的人都想进入。然而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常常迷失自我，直到意识到大难临头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或许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的鬼魂在吸引着人们去玩耍，而当人们意志不坚定的时候，不容易抑制自己想玩的冲动。但是，一旦进入了这幽灵般的游乐场，充分暴露其中，不久之后就会失踪。消失后去哪里，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做了几期游乐场有关的视频，我都有点不太敢去了。小的时候只害怕鬼屋之类的，但是在真正恐怖的游乐场面前，也只是闹着玩呢，简直是弱爆了。好了，看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赶紧去评论区留下自己想看的 SCP， 我会挑有意思的给大家讲。那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